欢迎收看《关键时刻》，我是张道和。当今天台湾司法杀向诚志之后，没有想到竟然真的杀出了一个诚志在台湾的黑暗帝国。你看到还有豪宅，还有豪车，它还有满满的人。更夸张是什么？从一开始我们以为只有扣到26辆的豪车，现在竟然增加到30辆。而你现在画面当中所有看到的车子，它不仅非常的昂贵，而且有些车是限量，这代表你有钱还不见得可以买得到。而更夸张是什么？当今天诚志的这个事情出来之前，我们以为全台湾人没有人会知道这个人吧？结果我们完完全全错了，因为全台湾人都认识他。你看到911的春风，竟然还要叫这个所谓的诚志一声朵爱。为什么要叫他一声朵爱？他过去在2022年的时候，他有办一个车队总部的一个开幕庆典，而你现在看到这一台车山猪王，这台车就是诚志的车。当我们今天调出了相关资料，诚志是在2019年来到台湾，他当时是用一个神秘的新加坡的资本来到台湾，开始大买特买，在那边疯狂的洗钱，而直到2021年他开始被盯上之后，他撤出了，才会有现在你看到的台湾代理人制度。而在今年以前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动得了他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昨天刘世芳会讲，现在要把台湾的协力者通通抓了出来。好，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，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，大家好；时事评论员张宇轩，大家好；资深媒体人姚慧珍，大家好；资深媒体人吕国珍，大家好。好，这位要特别介绍，他是试驾过最多超跑的试车编辑，他对车子非常非常的了解。这位是试车频道的总编辑叶明德，大家好；资深媒体人吴正峰，大家好。好，稍后还有资深的社会记者林玉峰会加入我们的讨论。志彤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想到，从这礼拜当台湾司法开始去追杀诚志的时候，第一天的时候，26台的豪车，当时大家下巴已经掉下来，结果继续办，人也抓了，车也抓了，房也抓了，结果今天车从26台变30台，那你说这4台应该是那种名不经传的车吧？没有，也是豪车。也是没有什么，也是限量款，我吓死了。对，没错，上诚志呢，我可以跟大家讲，他其实已经是台湾跑车圈的一个名人，只是说呢，我们知道的人很少，但其实很多人早就见过他，全台湾人都比我们还熟了。对，譬如说911的春风，911的春风在2022年的7月的时候，在台中举行一个这个 SV Racing 的这个车队总部的这个开幕典礼的时候，他自己开了他的这个现在的爱车911去了之后呢，他还开了一台这个跟友人借的这台车。这台车大家一看到，哇，吓了一跳，因为我就说他光是落地就要2亿的布加迪的 Chiron Sports 这台车，山猪王，对，山猪王，就他就开去了。那开去的时候，哇，当然有这台车一定是很威风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人家就说，那你这个春风，你这台车是从哪里来的？他说我跟我朋友借的啦，我自己也不敢碰，我朋友真的对我非常好。然后这个大哥，他正在尊称他一声大哥。当然，人家问他说大哥是谁，他说我也不太，他说我不太认识大哥是什么样子。但是我听说大哥所到之处，反正在哪个地方落脚，他都有一台这样的车。每一个国家，每一个城市都有一台豪车。对，好，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什么？因为现在大家在追捕他的这个在台湾的势力，对不对？我们昨天刘世芳部长不是说吗？在台湾应该有协力跟那个同伙嘛。对。所以这个车你怎么处理？这个就需要跟你的协力厂商一起来合作。我的房子怎么处理？这一定是这样。我的钱要怎么处理？都有人。然后你2022年你就没有来台湾，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？好，那你在这个我们检调要查你之前，你就把东西搬得一干二净。所以显见后面还有非常多我们没有查出来的这个东西。不过我们跟他讲。现在当然，我们全民呢，除了关心这个案件之外，当然最关心的就是一枪啊，这一代，尤其对我们男人来讲，很多车都是梦幻跑车或是梦幻的这个车子啊。譬如我们看布加迪的这个山猪王之外，你看还有什么劳斯莱斯的这个顶级的劳斯莱斯的 Phantom， 哇！而且这是今天哦，今天他们发布的新闻才发现。为什么从26台变30台？这其中的一台，随便扣一台是顶级版的劳斯莱斯，我的妈啊！也没多少钱啊，4000万而已。4000万，真的4000万对诚志来说，9牛1毛的一个状况。那甚至还有另外一台车，这台车呢还说，这个大家看了我们看不懂，但是我们一看也知道说，哇，这个一定是非常稀有的这个跑车的。就没有，它是要价要9000万，罕见的法拉利的 Monza SP2，它是上空的法拉利，就是上面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空气套件，它只有这样简单的这样。对，原来有这样的跑车存在，我们而且这个也很酷，这个竟然是要戴安全帽去开这一台车子，它可以体验这一种
风速的感觉。对，真的是贫穷限制我的想象。没错啊，这一台呢多少钱呢？9000万而已啊，这个对陈志来说也是小菜一碟。这几天来说，大家都在讲，因为他们不是这个剪掉一个一个把车开出来吗？对，开到什么？哇，这个马王 La Ferrari 的车子，哇，这个车子大家看到也是血脉喷张啊！你看，就是这台车啊，0到100只要2.7秒。标速极速是350公里啊！你看到这画面，我看到的时候快吓死我，心想这是什么超跑展吗？没有，这是在和平大院下面，是他把他的赃车一个个直接开出来，每一台车都是每一个男人的梦想。简单的说，这是陈志的火力展现给你看，哇，老级啊，老大哇，老级哈！然后你看，真的太有钱了。对，那你看全球限量这一台 La Ferrari 499辆。你要入手的时候，你要先不好意思，你现在当到了，你有买过法拉利没有？你别想，你只要买过5台，你才能够有一台这样的车，而且你要排队。所以呢，这个陈志显然拥有非常多的法拉利，才能够这样。然后另外，他后面那台车也是保时捷918 Spider， 也是一样。然后全台湾只有10台左右。那0到100来说2.8秒，比我们高铁都还要，那极速345，比台湾高铁都还更快。你看这随便出来都是一来一撇1.6亿的马王，然后8000万的这个 Spider， 这个918 Spider 这个车好。那下面还有另外一台车，这也是很多人看的哇，真的是非常的这个看的真的非常眼睛都亮了，就是这一台。这台是 McLaren 的喜拿，就是喜拿，他要为过去的 F1 的传奇车手不幸在意大利身亡的喜拿致敬的一台车。那这台车来说，哇，这台车来说，全台湾其实我们应该很多人很早就看过这台车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周杰伦跟林志颖都有嘛，他们2个都有，他们曾经开出来过嘛，对。那尤其是你看这台车来说，一推出之后就变成是大家都要收藏的这个梦幻逸品啊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目前为止来说，我就讲你是跟喜拿致敬了，这个车怎么有可能会丢出来呢？对，丢出来以后，所以他现在他只有生产500辆，那500辆来说没有人要卖，他曾经拍卖过一台车来拍卖大概145万美金，折合新台币是4780万，比他原本的售价高出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事情。我们都知道，新车一落地，价格就砍了。对，它砍了哦。结果你看到现在卖的这一台，它已经开了452公里。结果二手车它卖的时候，它竟然再增加1400万台币。它已经开了400多公里，还可以加这么多钱，到底有多值钱啊？它是全球限量，而且是致敬喜拿。这车本身就具有一个魔力。我觉得有时候车来说可以笼络一些人心啊，包括说你看他跟演艺圈交往，或者说跟很多政商名流交往，我就跟他讲，你要打通政商人脉关系，不外乎是几个，一个是钱、权、色这3个。所以你看他有钱。然后他有色可以诱惑你，然后他有权，我只要这个很多有权人士会跟我高博我就有权了嘛。所以我在想，为什么我们这个刘世芳部长又说我们要就揪出他的同伙嘛，就是意思在这边嘛。好，那么来讲，这在之前网络上曾经有流传呢，就是疑似是陈志，那当然也有人说是陈志的关系人跟他好朋友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讲至少这个也证明说他跟陈志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。我们给大家看。他的这个之前的 IG 的这个贴文对，那你看Bugatti Chiron Sports 在永山的这个汽车展间准备交车，就是这样 ，Chiron 这个就是那一台车。对，然后另外你看这个车库内的顶级超跑应有尽有，这就是和平大院的这个格局。那甚至你看他还展示他的手表，这个手表来说话，这个是百达翡丽的这个5002G 这只手表，这只手表要好几千万。它也是这样展示给你看，这个手表是全球限量，表已经非常美了。结果我觉得有钱人真的是太猛了，这些诈骗集团到底炫富到什么时候？来，我们看到这一张图，他竟然还放了一个说什么我有买whisky， 然后 whisky 也没有多少钱嘛，顶多最多好了100万的好不好？贵了吧？是我连喝我都不太敢喝。是这一瓶竟然要价1100万，你知道吗？我哪喝得下去啊？你知道我们常常去参加那种所谓的很有钱的老板。他请我们喝酒，对，他开了一瓶3-5万的酒就已经很心痛。开的哇，这个是什么5大酒庄，一瓶10万就已经很心痛。不好意思啊，老板你看看人家是怎么样？人家展示这个3期的这个 whisky， 我这是50年的，他这是去拍卖，这个一般我们买不到，这你去拍卖会才拍得回来。拍得回来，你看一瓶要价多少？1100万，这谁喝得下去啊？1100万来说，你可能一口就一杯就可能10几20万另外一个。你看这是他的账号，他的账号里面来说话，你看他一共有2万的粉丝。而且你看刚刚这么多的贴文，这么多的图，这么多的炫富，来，你看到现在变什么？林泽贴文。当然，事发之后
赶快毁尸灭迹。所以你说这跟陈志有没有关系？当然是有关系啊。对啊，如果里面谁按赞谁留言就惨了，他直接删掉。而且里面最夸张的是什么？这是一个私人账号，等于什么？你要加入他，他还要审核你。就没想到，竟然这个有2万个粉丝，你看到没有？2万粉丝就代表，陈志跟他的在台湾这个代理人。多少台湾人跟他很熟，都认识他的。对，应该这样讲啦。我们不是他的这个所谓的我们不是他的粉丝，我们没办法让他追踪，是我们的 level 不够，看咱不搞哈。然后我讲，你看他2万的粉丝，我相信很多追踪他就是要看那些炫富，或者是说知道他是谁。对。不过我们要讲的注意是说，他有2万个粉丝，但是他有251个他追踪人家哦。对。他追踪人家意思是说，弯一点还没做高不会做后尾嘛，对。好，那你看哦，他有追踪2个人哦，一个是罗志祥。这个是舞王，台湾舞王。对，另外一个就是911的春风，就我们刚刚提的春风。所以春风在一开始说，这都爱我实在，还真的认识，因为至少疑似陈志的账户有追踪春风这样一个状况，所以我就讲。他显然他的这个在台湾的政商人脉关系之绵密，我觉得一定是超乎大家的想象。那我们现在台湾能够抓到的是谁呢？抓到目前为止来说，有2个人算是比较高阶，一个就是目前为止已经被收押禁见的这个辜淑文哈。对。那市场他今天被检调问的嘛，检调就说，请问这个郭淑文小姐，你郭淑文小姐，你知不知道你们老板的钱是来自何方啊？他说，我也不知道啊，这样我都不太清楚啊，我们都只能够。而且他说什么？他觉得怪怪啦，但是我不敢说。我敢问啊。他说，倘若得罪老板，日子不会好过啊，这样一个状况啊。好，我就他这样讲，那当然这样讲的时候，他想要开脱他的罪嘛，不论他知不知道，他至少用这样的说辞嘛。不过我们就跟他讲，目前为止来说，我们得知什么？他这个所谓这个孤女。得知所谓太子集团被裁撤之后呢，不仅没有逃亡出去，反而专心处理员工的这个资遣费、资产费遣散等等工作。但是因为他在日本有房地产，但是他没有移民的想法那你在日本为什么会有房地产？就有人说那是不是给你的安家费？就是说假设你真的罩不住的时候你跑到日本去。所以目前为止来说，有这个王玉堂，还有包括说像郭淑文，还有另外3个人可能都被收押禁见，因为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士。好，所以这至此来讲的话，其实。案件的轮廓大概是这样，不过呢，事实上美方除了他在意你在台湾怎么办这个所谓的陈志的案子之外，美方之前在第一波的这个通缉书里面，他有说要通缉3个人嘛，对，3个人就是这3个人，一个叫施廷宇，然后另外一个叫做黄杰，另外叫做王类炫。那王类炫他事实上他现在早就跑了，人已经不在，他已经不在台湾了，对，他已经人不在台湾。那这2个人来说，黄杰跟施廷宇2个都有到案，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因为他们卷入了不是在台湾本身。他们决定是在帛琉，他们疑似帮这个陈志的这个太子集团在帛琉洗钱，还有可能透过他们当人头去跟帛琉买土地，对，这样帛琉政府不会怀疑嘛？但问题是美国现在要追这个人，但是问题是。他们2个人是50万交保，虽然是限制出海出境，所以美国跟帛琉资料没有给出来吗？50万，美国要的制裁名单的人50万就给他走了。简单的说啦，我觉得美国还没有把这份的 pass 这个资料 pass 过来。那为什么没有 pass 过来？因为第一个，他要看目前为止台湾的办案状况。为什么要看台湾办案状况呢？我跟他讲，刘世芳不是说了吗？他们在这边有他们可能协力伙伴啊。对。好，那陈志呢？陈志我们现在也不清楚他的政商关系，或是他的这个所谓权力关系有多高。万一真的假设美方 pass 资料过来，那万一这个资料流出去给这个陈志说你原本在查我查什么？所以美方未必这时候要给你资料，所以才跟你讲，目前为止来说，陈志的案子继续在办。那我觉得美方应该会随着我们办案，如果假设他觉得你办得不错，应该会 pass 更多资料，让我们来办这个陈志这个案子。我们刚刚谈到的是什么？现在不仅美方是要去追之外，今天德哥要来告诉我们的是，你在这个圈子已经非常久，在跑车圈非常久。结果陈志这个人，你有听过？结果他有听过他的名字，但是他又很低调。现在跑车圈人到底怎么形容这个人的？应该这么说啦，就是我也是刚刚这样听世聪兄这样讲，他觉得原来他家世这么显赫，吓死人了。对，不是，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人的时候，是因为那时候 Bugatti 呢在台湾有代理，他代理刚成立。那么去红呢，他等于是台湾这么一台，唯一一台。那去红那时候在2018年的时候，我要去日内瓦车展，跟他们说我要去试车，他们因为刚好后面有一些代理权，还有一些他股份在交接，所以我没有试到去红，但我有试到 Viro， 它是一个极度奢华的品牌 Bugatti， 那全世界不同版本加起来就这么500台，所以它卖的是什么？除了它全世界最快的车以外，它还要卖一个稀缺度。
那因为去红有人买了，而且又这么高调开在路上，那就会引起大家关注。那说真的，台湾有没有收这么多超跑的人？有，但是不出10个。所以大家会好奇说他是谁啊？我就会问一些朋友说，这些像那叫厉害，那也随便去红。那我只知道他姓陈。那朋友是跟我讲说，这些台流狼，因为是台湾狼，他一做喷呢。因为你也知道，很多玩超跑的呢，他大概就是8大，我们不太确定。但不是说朱门酒肉臭，因为我周围很多朋友做传产的，包括我自己，我都会觉得能够有一台超跑，梦寐以求的超跑，你要倾毕生之力。就是你可以圆梦，这是一个你奋斗的这是一个梦想，对，一个梦想，这是一个原动力。那有时候其中一台拥有的，我也会开玩笑，我说，你是不是上辈子解救过村民的性命？不然怎么会有这一台车？那他等于是国王啊！你看他每一台都是这种30台耶，而且这30台是有被扣到的30台，那很可怕的。对，而且你会觉得说，为什么这些车还会增值？其实这些都是收藏车，这不是跟我们一般市面上在挂牌的这些平价车一样，而且那个稀缺感啊，它每一台车都有背后的历史。对，就好比说刚才世忠讲的说，这个梦扎的 SP2， 它为什么没有车顶？它这一台呢，其实是要纪念那个50年代的梦扎赛车。那它有 SP1 跟 SP2， 那台湾呢 SP1 加 SP2 7架，就7台。一开始买的时候没有那么贵啦，一开始因为它必须要有一个资格审核，确定你真的是法拉利的粉丝，你有几台法拉利，然后限量车8缸、12缸这些加起来，你才有资格去排队。对，那因为你只要拥有这一台车以后呢，你马上它的身价就会涨，因为全球限量。那么限量以后呢，你有这个点数，你还可以再买更高阶的限量车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过去买手表是一样，我今天想要买的这个表，你不是说你有钱就可以买到，买不到。你可能要买其他的表，买个10来只之后，你有资格。对，手表已经那么贵，这车更贵，随便一台你随便买一台都1000多万的东西，你要买好几台的1000多万的东西，你才能真的买到那一台我们看到的豪车。对，而且呢，这一台车它有故事有背景，它是一个 Icona 系列，就是把过去法拉利的历史，然后融合在这一台车。那你在开的时候，我讲难听一点，你会觉得你好像在开 F1，因为你要戴安全帽，你头露出来，你可以享受那个最直接的那种咆哮声，12缸的咆哮声，然后那个细微的震动，那再加上原本的操控，它会让你觉得跟你的灵魂融为一体，那你就是完全享受。对，你就是完全享受啊！那风驰电掣的过程中，你脑啊分泌的脑内啡，你完全没有烦恼，在那个片刻，你只有速度、车跟你。我们常常讲，这一台车不就说他用房子洗钱，他也是用车子洗钱。我觉得车子洗钱的难度比较高啦，因为坦白讲，就是他这些车都很贵。对，我今天你被塞钱，我想要扯人接手，你还不一定找得到啊。比如说这个驱红，我们都知道它很稀有啊，那现在2亿。好，那即使说他打对折1亿，有人敢收吗？真的有人刚好有这个现金1亿，然后想买这个车吗？对，我觉得是难的，台湾是难，而且这些车很多都是道路版赛车。什么是道路版赛车？除了你听到那些性能数据很张狂以外，它整个元素就是像 F1、像利曼赛车，碳纤维的车体，然后打造而来的，然后每一个配重啊，包括悬吊设计都有它的学问。然后就好比我讲的 Bugatti， 你知道像它这个驱吼，包括之前的 Veyron， 它一颗螺丝啊，钛合金的螺丝，它要60欧元呢。等一下，一颗螺丝60欧元，60欧元，它都要特制的，大概在3、4千块。对啊，你想问几条螺丝？小螺丝。对，所以你会觉得说很多不可思议，可是都融合在最高科技，融合在这一台车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，全新出击。